就江湖有酒的地方。我让你舒服，我让你更舒服，我让你超舒服。这个就代表叫什么？叫欲仙欲死，死完再死，就是这个状况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你们大饱眼福了，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30小姐来到节目当中。我们的频道当中呢，有80%都是男性，所以说呢，你们男性朋友一定很想要知道咱们女性到底为什么喜欢喝酒？那酒量到底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们这些坏男生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了若指掌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Miss 30小姐来到节目当中，一起畅谈他们的酒海生涯。好精彩的感觉哦！好了，那我们先请我们 Miss 30小姐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其实我以前就认识李浩社长，是我们以前就是在媒体产业。哦，我一直在媒体产业，我没有离开过。我以前在媒体产业啦。你会不会以为我在酒店杂志，不是在酒讯杂志上班？没有，以为你现在已经出道了。哦，我已经出道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对，我早期都是媒体业了，而且坦白讲，我每天早上都遇到你，知道这件事哈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住在梦里吗？你是不是住在复兴北路那边？对啊，你每天早上都要经过这个贝里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李浩社长每一次都说我遇到你，然后我想说天哪，他在哪个角落偷窥我？然后我今天来到现场才发现，哎，真的在我家巷口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常常看到你，但是我都没有跟你打招呼。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啊？坦白讲哈，因为您算是冰山美人，感觉就是距离很远、很遥远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我又不善于搭讪，男生心态是这样子，就是默默的看着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来继续。难怪社长每天一早上班都很开心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，我跟 Grace 就一起共同创立了 Miss Dirty。刚刚李浩社长说，你们的频道都是男生，但 Miss Dirty 就都是女生，所以其实我们的频道其实就是表达着30到40岁创业女生的声音跟想法。所以其实 Miss 30它是一个新创女性的一个社群平台，我们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啊，跟各个领域创业相关的议题，然后从生活、感情到喝酒都有在做讨论，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李浩社长可以在这边喝一杯，因为你们在 Podcast 有频道嘛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享在下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点击订阅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各位。那因为刚刚既然讲说它是30到40创业女性所收听的，那如果你们2位超过40，这间公司还会在吗？我们是心态上面，精神 OK， 我们是心态永远保持在这个30世代的阶段。哪里不是就跟那个尤拉一样，说我永远18岁一样的意思？我们如果60、70岁是老奶奶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记得我们30岁做过什么事情，然后也会跟我们的长孙辈一起就是进步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女生我们想要表达的，30到40岁其实就是女生最有思维想法的一个阶段。我懂，这个就好汉不提当年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句就讲说，那个男生呢，50岁只剩下什么？一张嘴。各位，女生到了50岁也只剩下2张嘴，2张也不离社长的那张神之虎赖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不是来聊天的吗？我们现在好像来打架。我们现在吵架，好像是女生跟男生的对决。既然讲喝酒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自己领酒。开始前先喝酒，各位我先介绍，这个是酒精度60度原酒，然后呢，欧肯白苏维浓是属于比较清新淡雅风格，然后呢，格兰利威13年，这个是雪莉桶风格，属于厚重型的。大力士可它是属于烟熏泥煤的。对，来者是客，2位先选。我选这个好了。好，选了就到。来 ，Vanessa， 我选好朋友的牌子。好，我要跟 Vanessa 同一支。男生不能输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不敢选这一支的了，60度原酒。我们这才是第一杯耶。看起来你们就是很害怕。我们今天不是要喝好几杯吗？对啊，笑死人呢。好了，第一杯先干了。怕什么？我们没有在怕的。一句话敢还是不敢？我们没有在怕的。吞了呀。那如果会怕的可以不要干吗？对啊，我可以抿开始就好了嘛。为了让问题更上层楼，社长身先士卒。我们是要用剪接的吗？还我是没什么剪接，有什么好剪接的？我刚刚看到你从后倒到后面的树丛，哎，你狗屁啊！哎呦，你看我们在地都喝掉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这样才可以证明你们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。刚刚经过一阵的干杯，对不对？我为他们献上了水杯，因为我怕他们受不了，怕这个节目现在就结束了。不知道原来我会心电感应2位来宾的脸部表示赶快结束。也太小看我们了吧？所以我们就上水杯，然后那个尤拉很贴心上了这么大的水杯，而且刚刚喝完喽。好了，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那个行为，我刚刚的行为是不是很烂、糟糕？
叫逼酒，逼你喝酒。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应酬场合当中，你们2位女性要如何阻止男性逼你们酒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其实算失败了，因为你们被我逼成功了。Grace 说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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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知道我的个性是多激不得。对，好了，没有还是要讲，因为你是代表30岁到40岁创业的女性，今天你就是一个领头羊嘛。到底这样出来创业的女性，如果遇到这样应酬场合，你要怎么样让她们全身而退？我就会说不好意思，我在备孕中，叫你们不能逼我了吧？哇，那你这个小孩生10年呢，都永远在我觉备得孕中。我会看场合，可是没有被戳破过吗？没有啊，因为真的去年不是也还在我这个年纪，我30几岁也是有对象。Sorry， 我最近真的是在备孕，没有办法喝。这个理由我接受，对我没办法逼她。好，那 Grace 嘞？我最常用的，但是确实也是真的，就是我在吃中药。有一阵子我确实是在调养我的身体。其实我发现，并不是所有应酬场合的人才会逼你酒，其实更可怕是那种私下的聚会，就像我们这种朋友。没错没错。对，那我就会下一个问你问题，那你中药要吃多久？看中医师要开给我几帖药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当时的状况。我觉得比较识相的人就不会再进一步下去，因为你说你开车，大家就会说我帮你叫代驾，所以我觉得开车这个已经不管用。对啊，中药都已经吃下去了。这是10年前流行的啦。对对对。10年后现在流行我备孕啊。对。然后那个这个吃中药。好，那有啦，你会怎么闪？不能讲闪酒啦，就想说这样逼你喝酒的，你也很讨厌他，所以你必须得拿出你的理由或者是你的杀手锏出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，你愿意跟这个男生喝酒是朋友，当然就不用闪。没错。你是因为讨厌这个场合。我真的没有就是这样子闪过酒如果真的那个对方是我讨厌的人，我就说我不想喝，我不想喝。说你都喝啊，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我说那不然我喝1杯，你喝2杯，我还是愿意喝啊。那就是代表你本身就爱喝。对。通常都是我去找别人，难怪你根本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尤拉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特别值得赞赏，因为尤拉也会有时候会代表我去参加媒体场合。那尤拉其实在2、3年前的时候就不再去参加媒体场合，他其实受到惊吓，就如同就是有媒体老大哥，你就喝嘛，你不喝不给我面子嘛。这个场合好熟悉哦。对。然后尤拉这时候你就是用那什么，不然你喝2杯我喝1杯嘛，你不要欺负女生嘛。他虽然那时候气势很强烈很旺盛，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是哭着跟我说，我觉得这个媒体老大哥不优，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少参加媒体的发表会。其实内心是有那种恐惧感就说这场媒体餐具谁要去，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好可怕不要叫我。我直接讲亲身经历，所以我觉得物以类聚，就是如果今天媒体的发表会的场合，你遇到这样的人，尤拉做一点很好，就是我不再参加了，我只去找我朋友的地方喝。什么叫物以类聚？因为我不会逼你，你不会逼我，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喝嘛。但今天如果有人逼你，这辈子就不会再看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场合当中就会越来越线索。那如果像Grace 这样子来啊，那表示他朋友里面当中都是这种。你好了解我。继续选酒，这是我们这个密室30给大家的一个法宝嘛。你推荐我们第2杯喝什么？就你已经喝完第1杯，你就要喝其他，因为我刚刚不能喝一样的。我想你真的要我讲吗？那你们完蛋了，你该不会拿高粱出来吧？我们现在是要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要喝这个的话，要有一些香肠。我想要乌鱼子。这是你们散酒的理由是不是？你要我喝高粱酒没有关系，但我要米其林啊，是不是？美酒要配美食。其实我觉得你说到一个点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喝醉是因为没吃东西。如果你就是灌酒说，我们要往酒精浓度越喝越高，那我就会说可不可以吃点东西？我想要乌鱼子，我要水饺还是牛肉面，就是让自己的肚子有点东西。你有发觉一件事，到了某一个程度的女生也只剩下1张嘴。我刚刚在10分钟前我叫她倒酒，她现在一直跟我废话很多。第2个问题，我想要问的是说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要如何散酒，那你觉得你这一辈子遇到男生讲什么话你最讨厌？那你们讲最讨厌的一个台词，跟你觉得最喜欢的一个台词，你觉得听了这个东西舒爽，我觉得我非喝不可。分享的同时，尤拉来，那帮你们换一批了吗？我还想说你忘记了，继续倒不然其实男生女生都一样。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情绪攻略耶。什么叫情绪攻略？就是情绪勒索。Vanessa，你喝啦。
只要对我塞奶，我就受不了。但是他会喝，我会喝，我无法忍住，我必须得喝，就是我受不了。李奥社长喝啦！你把你的软肋这样子公布给大众，这样好吗？那今天是出道即退休啊。然后那第二个呢，退就休了。情勒是你觉得你一定会喝，那你觉得你这一辈子遇到最讨厌的 B 酒，而且你可能会翻脸？我觉得是男生不尊重女生的，怎么样不尊重是，就比如说他唠台语说，是不是兄弟Linda？我刚刚讲的都是情勒，可是有两种感觉，是有点像又爱又恨，就是情勒都不行，但是你又爱他，但是你又恨，应该是态度的问题。对，了解。就是如果你口气是命令的，你给不给面子？是不是兄弟Linda？命令我的口气，我都不能接受。我们当然不是兄弟，我们是姐妹啦。那 Grace 嘞？就是我觉得有些男生他还蛮有礼貌，没关系，我干杯，那你随意就好。我就会说好，那我真的随意哦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他至少有表现出他的诚意。那我听了我舒服嘛，就是我想喝多少我自己决定。就是听到你觉得比较舒服的，而且你也会主动喝。没错。那如果你听到哪一句话，你会想要翻脸？他就会说：哇，你是不是不能喝啊？你是不是酒量很差？那你又翻脸又不喝，这样场面会不会不好看？我通常听到这种话，我就是会喝下去。你们两位到底是代表女性来，然后给他们一些战略公式呢，还是在告诉所有男性，反正就是这样就对了？他嘴巴讲不要，但是他心里是要的。给你3种攻略。你看我们刚刚第一杯就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不能被激，可是我会在这个场合默默为这个男生打分数。来，请问今天你给社长几分？观众请留言。有啦，听到什么样的话，你绝对会干杯。如果我听到说，有啦，你喝掉这一杯，这个业配就给你了。哇 ，No problem， 都可以好不好？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出来抛头露脸，对不对？为了生活，Vanessa 也是会很重这个的。我觉得你们这一集播出只是给男生机会而已。第二杯，时间不用干了吧？你干杯，我们随意。那个 Grace 跟尤拉坦白讲是可以随意，那都认识那么久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在路上，我们在路上都常常遇到，而且坦白讲，我已经默默看着你3年了，不够耐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只有3年？知道吗？因为我为了你搬家，我只有不再看到你，我才不会爱上你。太油了，所以还是你太油是不是？我们一人一半，我先喝一半。然后快点好不好？不要拖台前。到底我们聊完了没？我们有没有要？我们喝一口就好了。对，你也喝一半了。被晾在旁边，感觉对啊，有点寂寞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女人不喝醉，男人没机会。我怎么没听过这句？你没有听过？是你自己发明？真的啊，没有。女人不喝醉，男人没机会啊。所以说，女性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会装醉？我喝个5梦，我头好晕哦。你什么时候情况下会装醉？我想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就会装醉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应酬局或酒局，我走不了啊。那是回你家还是回我家？当然是回我家。那如果你想回我家的时候呢？你就跟我拼到底，是不是？先把你灌醉才有机会。男生先醉。男生醉了不能干嘛？男生先醉，笑死了，因为这辈子没有遇过男人。那可能我遇到的不是男人吧？真正的男人在这边。那 Grace 呢？你觉得在你的那个职业生涯当中，你有没有装醉的经验？我觉得是在不熟悉的场合，就是可能今天这一局都没有我一个非常有安全感或是熟悉的朋友，然后我就会也不是装醉，我就会说我可能等一下有事，我就是离开这个场合。对，坦白讲你也不会装醉。其实我很少装醉，因为我都真醉。那个尤拉不会装醉，因为尤拉每次都跟我拼到底，每一次喝醉的话就是跟你划数字拳，划完拳的话就会骂你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我装醉的时候。如果就是大家认识我本人的话，会知道我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礼貌的人。我平心而论讲了，尤拉在这个5-6年前进到我们公司，到处乱喝。但是他进到我公司以后，开始慢慢的知道对酒尊重。我说你喝酒不能这样喝，所以说那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慢慢去节制，他就节制他的喝酒。时间到了，他就自己回家，而且他完全把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。欲与酒不被酒所欲啊，这是我的名言。所以尤拉到现在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性。得你吉言呢？我想她以前的样子就像这2位，以前是这样子。你说我们傻喝，他们很好不好？他们很完美。其实我很少，我其实不太会喝醉，因为我的朋友都比我醉。我们不会失态。讲到失态，我们到了下一个话题。下一个话题来了，你干杯，笑死，我随意。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，
我干杯他随意，你就知道高下立判没关系。啊。你要喝什么？随便你倒什么我喝什么。我帮你选。那下一个议题是什么？就是你们曾经在你们的场合当中看过最失态的，你觉得我以后一定不要这样子。我有看过2次，是完全印在我脑海中。第一次是有些女生可能喝醉了之后，她的那个行为、动作或是声量会变得比较大，忽然间会开始骂脏话。好像是我。就是他嘛。有一次真的是令我印象深刻。我从钱柜下来，是。然后电梯门一开，那大家知道吗？钱柜不是有大厅嘛，就是有很多沙发嘛。我就看着一个女生下体全裸，她旁边没任何一个人，重点她呈现着一个非常离奇的姿势，就是一个倒 V 的状态。我就是去跟柜台说啊，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因为看了这个东西，我就是警惕自己，说今天不管你在外面喝酒，你一定要是跟你有安全感的人喝，然后再来是你不能让自己呈现到这样子的状态。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危险。奉劝女生在外面喝酒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Vanessa 呢？其实男生女生都一样，我觉得没有性别之分。喝了酒之后，可能开始找别人茬，开始就是脾气很差，乱呛对方。深夜过后，大家喝多了，其实都会就是变得比较情绪化，然后就打架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会觉得很不 OK， 就是挑衅别人，然后造成周边朋友的困扰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会觉得很不得体的事情。是。就其实他刚刚说的音量变大声跟找人吵架，这是我年轻时候喝酒每次都会出现的反应之一。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敬你一杯，谢谢。那你现在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很难受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朋友圈里面就我最严重。这样子，我们要警惕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我有没有失态过？我有失态，但是我失态没有让别人看到，是我自己知道。我现在在我的频道当中公布给大家听。好，我有一次一样在餐厅喝醉了。坦白讲，我只要喝醉，我一定会干嘛？躲起来。我只要喝醉，我一定会绕跑。而且我出门一定会带个住，像我以前出门就带有拉就会帮我叫计程车。我就在我们老板那个不行了，要走，所以我就走，我就会离开这个场。那有一次我并没有带有拉去，我自己一个人单刀赴会，对我自己一个人上梁山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就看到处喝，那个五光十色。喝完了以后，我真的醉了，我躲在沙发底下，厕所就醉了嘛，我就喝。你知道我醒来的时候早上8点，真的早上8点，没人叫我。这时候呢，那你的东西呢？我的内裤没有被脱掉。没有想知道这么多。对，然后呢，但是我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女生的胸罩。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完全不知道。那你有拿起来看是什么罩杯吗？有1罩杯，我看了，我都可以讲得出来，而且华哥我都可以讲出。我需要喝一杯。这是我27岁发生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警惕自己，我绝对不能喝醉在厕所里面。厕所最后面会有什么？就扫地间嘛。我就在扫地间里面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真可怜啊！这是我这辈子，这是耻辱。1罩杯，不知道主人是谁。我也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喝酒经验的耻辱。因为我27岁的时候，跟我同年呢，那时候。内衣不见了吗？我没有，原来是不是？原来是你见了，我找到了。不要就乱栽赃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说栽赃哎。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一生一定都有觉得自己很不堪的时候，然后你会开始改变你的喝酒陋习。27岁是我第一次断片，我其实是跟客户还有好朋友去喝酒，然后那时候我是业务嘛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我要就是拿媒体预算啊什么的，然后我还帮男业务挡酒，那我就一杯我就喝醉了，我就断片了。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看我手机就是一堆很荒谬的照片，但是没有一些很不堪的不雅照。那个课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耻辱，就是我为什么会断片，我为什么会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我失控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所以从那一次的经验开始，我就从来就没有再喝醉过。然后还好，就是那时候我男朋友有来接我。我觉得那时候你要训练的是什么？就训练你的敏感度，因为敏感度只要一有人碰你就会敏感。再喝一杯啊！社长，你的那一杯酒有点久。怎样？我想你们现在是喝开了是不是？你们节目现在录1小时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想这个你的重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要继续听我们冷消委的话哈，我们再继续拍下集。但是如果你等到下集等不及的话怎么办呢？就是到 Podcast 去搜寻什么 Miss30 密室30，你就可以听到2位小姐的对话。
以及我们上礼拜已经有跟李奥社长录过一集，然后那一集也非常精彩。对，记得要收听，也要干嘛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要订阅 Miss Dirty。订阅我们频道啦！开启小铃铛。你现在在我的主场，你知道吗？要干嘛？订阅，还要按赞吗？开启小铃铛。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